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Reina 的美股频道。那么最近有小伙伴问我，26年值得投资布局的 AI 股有哪些？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讨论一个在 AI 产业链至关重要，但是常被忽略的主题，也就是高速互联。今天讲的这只股呢，是属于受益早，而且是节奏最稳，完全可以去做提前布局的这么一只股票。如果你也是对美股感兴趣的小伙伴，那么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群玩耍。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。今年的 AI 市场焦点呢，还是主要集中在 GPU、算力芯片或者是数据中心的建设上。但是如果一个 AI 系统能否高效的运转，还往往是数据在计算节点之间的传输效率。因为 AI 训练呢，经常是数千颗 GPU 在协同训练一个大模型。如果你的数据传输因为延迟高、带宽不够，或者是信号错误受阻，那么你本身的系统性能呢也将大打折扣。所以高速互联一直是 AI 基础设施里边的幕后英雄，更能决定算力潜能是否能够充分的释放的核心环节。那么今天我们讲这家公司呢，安费诺，股票大码 APH， 我们将从它的基本面、战略布局、财报以及我们该如何去操作它多个方面深度分析为什么 APH 在这一波里面拥有结构性的优势。首先，大家知道 AI 系统的核心架构呢，可以概括为3个支柱：计算、存储、互联。那么过去10年呢，整个行业在计算能力上投入了巨大的资源，就比如英伟达的 H100 和 Blackwell 架构 GPU 显著提升了单芯片的算力。但现在大模型规模是呈指数型的增长，从100亿参数变到万亿参数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去简单的堆叠计算资源，肯定是不足以应对训练需求的。就拿 ChatGPT 或者是 Grok 等模型为例，在训练的过程中呢，你需要上千甚至是上万颗 GPU 通过高速网络协同工作，实时交换参数和数据。这种集群化的计算就对互联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首先，你要支持高带宽 400G、800G 乃至 1.6T 的数据速率，以匹配 GPU 的集群的吞吐量。再就是要低延迟，这个是让你来确保节点间的同步效率，减少你的等待时间。还有就是高信号的完整性，避免误码率影响模型的训练的稳定性。还有就是低功耗，降低数据中心的整体能耗，尤其是在 AI 集群规模化后，功耗成本呢是一下子上去了。那高速互联跟上面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在这里给大家简单举一个例子，假设你的 AI 集群呢有1000颗 GPU， 每颗 GPU 每秒需要传输 TB 级的数据。如果你的互联带宽不足，那么你训练一个万亿参数的模型就要从几天延长到几周。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参数，也就是你的成本会变得成倍增加，这也就是为什么高速互联非常关键也不可替代的一个原因。根据 TrendForce 和 Signal AI 的预测，25年呢，全球 400G 以及以上的光模块出货率预计超过2000万个，同比增长约 56% 到 62%， 主要呢还是由 AI 的服务器需求驱动。那么到26年呢， 1.6T 光模块出货量预计达到数百万个，并将在27年到29年进一步加速。核心客户呢，包括英伟达、谷歌和亚马逊等。总而言之， AI 算力的每一次飞跃都会伴随着互联技术的同步升级。没有高效的互联，那么你的算力潜能呢，也没有办法去释放出来。AI 数据中心的互联需求呢，我们可以从3个层级来理解，这也直接决定了技术选择和产业机会。第一个就是机箱级互联，我们也可以叫做 intra-server 或者是 scale up， 这是 GPU、CPU 内存和存储之间的短距离通信，通常是在同一个服务器或者是机柜内完成。由于距离短，大概是几厘米到几米的距离，那么对延迟和信号呢完整性要求极高。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技术方案是采用高速统揽，比如 DAC 或者是 AOC 和背板的连接器，支持 112G 或者是 224G 的单通道速率。这种近身肉搏呢，要求极高的信号完整性和电磁干扰的抑制。再就是机柜到机柜，也就是 scale out， 交换机加光模块把一整个排机柜呢织成网络。
目前的带宽要求呢是快速增长，从 400G 升级到 800G 甚至是 1.6T， 目前也面临着热管理、模块密度和传输损耗需要优化的问题。那么再就是数据中心之间的互联，也就是 Scale Across， 跨园区或者是城市的数据传输，距离呢从几公里到上百公里，主要是强调可靠性和长传输距离的能力。当然，这个面临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信号衰减、色散和功耗控制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从机箱到数据中心，互联技术的复杂性呢也是逐层递增，但每一层对 AI 系统的整体性能都非常关键。正是因为这些隐形的组件，才决定了算力集群的实际效能。大家都知道，博通和英伟达是竞争关系，他们之间的竞争呢，也将进一步放大供应链的需求。国际半导体 SEMI 预计受益于 AI 算力的每年4到5倍的增长。所以我们常见在美股中高速互联相关的个股呢，主要是聚焦于连接器、光模块、计算器和验证测试等领域。这些公司受益于云端巨头，比如 Meta、MSFT、Google 还有亚马逊的资本支出的增加。那么25年呢，全球数据中心的光模块市场预计达到120亿美元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APH？ 首先 APH 是英伟达 GB200 服务器铜缆的独家直接供应商，它负责提供配置中的高频铜缆组件，包括 NVLink Spine 电缆组件和下游背板连接器的铜缆。安费诺本身也是全球最大连接器制造商之一，成立于1932年，目前的市值约1500亿美元。公司产品线呢超过25万种，包括互联、传感和电缆系统。当然，安费诺它本身并不直接生产 GPU 或者是交换器，而是提供高速背板、电缆组件和连接器，确保数据在 AI 集群中低损耗的传输，因此它可以成为供应链的隐形冠军。那么为什么 APH 这家公司现在有优势？首先 APH 的高速连接部门是公司的核心，服务于数据中心、电信和国防，不像小公司，它本身就有着国防背景，因为有军工订单、稳定现金流、抗周期强，经济差时 AI 还可以跑。它也不是什么明星股，不像英伟达之类的天天上新闻，但它本身是英伟达的幕后老大。它的收入来源可以分为3大板块，第一块就是通信解决方案，大概占重55%左右，包括 AI 数据中心的互联产品。再就是互联与传感器系统，约占30%，覆盖工业、汽车等。还有就是它的高性能产品，占15%，服务于航空航天以及国防。AI 机柜里呢，80%的接口可能都是它的。它目前的客户有 Meta、MSFT 以及 Google 等，这些大客户常年占比超过40%。25年 AI 相关的订单也增长了30%以上。别人卖轮子，他卖整辆车，因为云端巨头不会经常去做更换供应商的事情，而且它本身的技术也足够牛，扛得住未来。它的一些技术上的优势，比如专攻信号的完整性和 EMI 抑制，完美匹配 1.6T 时代的高密度链接。也可以说难度最高的一段技术就在他的手上。机箱机柜内的高速同互联呢，和背板也是量最大、品类复杂、良率挑战最大的一段。APH 呢能够做到常年深耕，并且规模化良率生产，再加上 APH 的客户本身分散，能够穿越周期，既有服务云、数据中心，也包括车用、工业、航天等，不过度依赖某一个单一客户，所以它抗波动的能力会更强。最重要的是，从传统互联升级到 800G 或者是 1.6T 以太网，不仅技术复杂，而且成本高昂。这种基础设施的转变需要先进的光收发器、交换机以及高度专业化的测试工具。英伟达的 Blackwell 芯片呢，就需要 1.6T 的连接支持，否则 AI 训练时间就会从几天变成几个月。关注英伟达的小伙伴应该也知道，他家呢 1.6T 因为生产的问题延迟到了26年的 Q1。我们也来可以看一下 APH 的供应链。先说一下它的上游供应商。APH 的上游呢，主要是原材料和组件的提供者，比如铜、金、塑料等金属矿产供应商来提供高纯度的铜线。半导体芯片上游呢，提供关键的信号芯片。
APH 有着严苛的供应链管理，他们也采用多个供应商长期协议，不去依赖单一供应商去对冲成本与供给风险。25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，他们审计了上千家供应商，来确保无冲突矿物。最近呢，根据8月的公报，他们花费了105亿美元收购 CommScope 的电缆业务，直接拉长上游的链条，来去抢占更多的光纤组件来源。这让 APH 也从买家变成了自给自足，成本也直接降了10%以上。预计26上半年呢完成交割。那么它的下游客户呢，也就是 APH 的金矿了，主要还是卖给数据中心的巨头。英伟达和 AMD 用它的背板连接 GPU 机群，博通整合进交换器，都会在机柜内外用到 APH 的高速互联和线缆。那么根据 Q2 的财报透露呢，云端大厂比如 Meta、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占40%以上的订单。Google 的跨数据中心互联 DCI 也离不开 APH 的 DAC 电缆，因为它的产品低延迟、高密度，完美符合 1.6T 的时代。刚刚的分析我们也能看出 APH 本身的基本面是十分强劲的， ROE 28%，负债率35%，那它的现金流也十分的充裕。Q2 的财报 APH 也十分亮眼，单季销售57亿美元，自由现金流呢11亿美元，超出了预期12个点左右。调整后的 EPS 呢为 0.81， 超过预期 0.15， 全年增长营收增长20%到22个点， EPS 3.1到3.2左右。它的 Q3 指引也非常优秀，包括马上就要发布它的 Q3 财报了，营收预计呢是60亿美元，与24年相比，25年的股价涨了大概76个点，远超科技板块的21个点。我们选择提前布局它的原因之一呢，也是因为它26年的展望，800G 部署稳定， 1.6T 下半年起量将推动 ASP 15个点，硅钢子 CPU 部署也能预计贡献5亿美元的新营收。多家投行也上调了它的目标价。摩根斯坦利呢强调 APH 在 1.6T 互联的定价权，预计26年营收复合增长15%。JP 摩根上调目标价到140美元，基于它是低调的受益 AI 基础设施股。TipRanks 呢基于 AI 增长，将 APH 的目标上调到134.5美元，而且 APH 的机构持股率占比也非常的高，高达96%，总持股价值呢约1473亿美元。各大顶级机构呢也能看出来对它有着十足的信心。那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，我们为什么要去选 APH 这种零部件工厂，而不是直接去买 GPU 工厂呢？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强调的那点，高速连接呢是 AI 工厂的底层刚需。从 800G 换代到 1.6T 的2年升级换代中，机箱机柜内的互联升级是最先而且是最稳定兑现的环节。APH 这类底层互联呢往往会更平滑，现金流也会更稳。我是十分看重现金流与并购落地的，因为这是真金白银的产能与渠道。那么它的风险呢，其实主要是来自于供应链的风险，比如供应链中断。它公司呢是依赖于全球供应商采购原材料和组件，潜在中断可能位于地缘政治事件、贸易关税或者是自然灾害。25年的 Q2 收益电话会议中提到，供应链中断可能会影响到生产和交付，尤其是在高增长领域，比如 AI 基础设施。公司报告也显示，原材料短缺或者是成本上涨是关键的风险，但没有具体披露具体的影响量化。缓解措施呢，可以就是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多元采购、库存管理，但有限的单一来源依赖仍然是存在的。还有冲突矿物风险、气候相关风险，那么在这里呢就不跟小伙伴一一详说了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面。尽管近期呢我们的大盘是震荡，但是 APH 一直属于120到125的小区间震荡，股价的支撑性很强。目前可以等突破现在的震荡区间追涨，也可以在震荡区间下沿，也就是120左右的位置买入。短线跌破118进行止损。公司将在10月22日发布 Q3 的财报，预计财报出来之后就会结束震荡。
如果财报后大跌，那么更加值得关注，因为此类长期看好的股票呢，每次大幅下跌都是我们长线投资者最好的买入位置。尤其是26年的 1.6T 将成为主流，能够进一步推动 APH 通信解决部门的营收上升。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点赞关注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与我互动，祝大家在美股发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